这种门就很像伦敦诺丁山那一带会有的门。哇哦，怎么进来都是客厅的感觉？你全家几个冰箱？差不多有9个，9个冰箱。对，哇，你们家真的是太有秩序了。我感觉你应该跟冰箱一样，偏厅也可以编个号吧。8号偏厅，一进来就看到，哎，那里坐着唐喜，那里坐着崔树，这里光天琪，一群老炮在这抽雪茄。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孙建亚老师的家，让相对刚设计好的新家呈现。我今天要带你们看另一个设计老炮住了4年的家，看看他是如何做到每一寸空间都在服务家里的每一个人，既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同时还不失设计美学该有的秩序。方毅老师 ，Hello， 安东尼，这狗什么意思吗？这狗是一个品牌的音响，在三里屯做了一个展，我给收回来。也放了好多年，这很有标志性。所以说，朋友来找不到门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院子里有一只大红狗。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吧。好的。你这门就很像伦敦诺丁山那一带会有的门。对，它原本更木质一些，但是我还是上了一个颜色，这样的话和整体外立面呢形成一个呼应。应该也没有在考虑防盗这件事情了，主要为了好看。也蛮防盗的，我们可以拿大锤试一试。然后我家没有门铃的啊，也没有可视对讲。我是希望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敲门，让他可以触碰生活，还教一点这种所谓 manner。对，你刚才听到了吗？这边敲门，那边狗就开始欢迎，传递一种回家的仪式感。对，情景啊。这个玄关做得很好。对于我们来说叫一个外厅啊，因为我们是希望把室外的一些灰尘啊就在这个地方结束掉。换了鞋之后呢，再进入到室内。好吧，那我们往里面走。哇哦，怎么进来都是客厅的感觉？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是想让整个空间呢尽可能有很多的连通，所以说我们把所有能拆的墙全部拆掉了。在使用过程之中呢，尽可能的是模糊一些功能。哦，进来就很舒服，整体的空间感啊，还有这种通透性。整体是几层？这栋房子？整体是地上2层和地下1层。OK， 然后上面还有一只过独木桥的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的样子啊。它是一个犀牛。这楼梯怎么回事嘛？这个是有功能性吗？这件楼梯呢是后来我自己加装上去的啊，是改造的，是我在西班牙的一个小村落哈，废弃的工厂门口，发现了一些散件，然后就给它组装起来了。它也能上了，也能走人。小朋友也喜欢，其实。对，猫呀都是用它来走这个楼梯的。我看你东西很多，但都很有秩序耶。这个墩子，这是在西班牙被伊斯兰殖民中世纪吧，它那个教堂上的一个塔尖啊，我觉得放到这就很好啊，它既可以做成一个座位，我有时候把它变成一个小的讲台，小朋友们训练他们上台做演讲，在家里先提前训练一下。对，你看，包括那个小角落，这个角落其实特别惬意的。是我的女儿经常坐到这读书啊，吃点东西啊，因为我很喜欢读书，我太太也很喜欢，然后呢，我会影响到我的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养成了很好的阅读习惯。我们很少去看电子的这种 iPad 啊什么的，对。后来有了小动物哈，就变成给狗狗住的地方，加上一个栏杆就养狗了。OK， 这个壁炉你在哪里收的嘛？这是法国的，哇，这200多年了，它是真的能烧煤的哦。这边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沙发区嘛，这边是留给小朋友的玩耍的地方，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区域，在上面又蹦又跳呀。还有这个秋千，这秋千可以坐，晃一晃。这个空间他们是非常喜欢的，当然有时候当我太太跟我生气的时候，我也很自觉的就把被子抱下来，这么长了，你就睡到这里。哇，这个玄关也设计得很好。对，这是转角，因为有些东西它不用全露出来，当你走到这的时候，还会给你一些感受。其实我家里有很多柜子，也不完全光是摆设，我们还解决收纳的问题。你看这边有些柜子，这个是哪里收的？这也是法国的。你这些都运费花了不少吧？去欧洲的时候呢，我都会去一些古董市场呀，或者说是去一些小村小寨啊，去淘一些东西。然后呢，我会专门有一个库房，集中到一起，满了的时候乘船拉过来，一个集装箱一个。你还在那边租了个库房？我西班牙有一个库房。你太疯狂了吧！哇，它里面这么精致。对，它原来是个梳妆柜。哇，它这个设计得很好。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收纳，挺方便的使用。然后你这个画框也是真的很巧妙哎，它是一个空的画框，直接用壁纸。其实是我专门找了一个西班牙的一个画家创作了一幅山水，我们就请了一个壁纸厂，按照这个尺寸做了一个满墙的一个。OK。
壁画，这只有一份啊。我们是希望每一件东西都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身份。哇，你这个真的才是设计师的巧思。这边是什么？我原本以为是餐桌，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西餐厅，但实际上1年之中使用次数有限，所以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放了很漂亮的台灯，很好的饰品放到这儿，然后呢，小朋友放学回来把书包往上一放，然后写作业，然后妈妈过来拿着茶杯往上一放，日积月累的就生长成这样了。它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这挺好的。我觉得生活重新教育了我，让生活来定义设计。你很懂我。我帮你总结，我是你的发言人。我们每周周末的时候都有一个所谓的家庭读书日，这里形成一个读书角，对，差不多有2个小时，然后大家在这儿沉浸式的读书，挺好的。其实我的太太呢也影响了我，因为她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自律的，每天作息都是非常好，早睡早起。而且你整个家虽然东西非常多，但是非常有秩序，跟这一个背后有一个好太太也是脱离不了的。我看出来了，借你的口来夸了太太，谢谢你啊。我们的厨区在这边，然后里边有一个不大的一个中厨。你这个厨房设计的是什么风啊？这是一个德国品牌叫旭乐的产品。为什么选他们家那么多好品牌？就是因为它有木色和黑色的结合，它这个还是很耐用的。这个不光是防水，而且用刀直接在上面切都是没问题的。这么牛吗？它是表面做了处理吗？对，非常的结实。而且我太太她比较喜欢抽屉，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拿取，她就非常关注这种抽屉的这种承重。哇，你这里面本身已经放了这么多碗了。对，五金还是比较结实。这边呢是我们日常一家人吃饭的地方。他们小一点的时候呢，就在这写作业，有时候会陪着他们写作业。偶尔他们有不会的题呢，然后这个地方刚好可以做成一个小的黑板，然后我们会给他讲讲题呀。看到这些公式我要头痛。小学阶段呢，我还能补一补，到中学的时候发现我的这个很多都忘记了，我就买了全套的初中和高中的，我已经把初中的都已经看完了，现在是进入到高一了。你是为了省家庭教师的钱吗？不是，我是希望我能一直影响他。然后我不会的话，我再去学习一遍。关老师，你太不容易了。这里是原本是怎么想的嘛？这个原本是一个通过空间，因为这个地方我们那个小孩在学琴的时候，作为一个教学区。看你这个区域，我就觉得它很真实，就是生活本身的样子。对，一家人更多的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我们的冰箱呢是做了分类的。你全家几个冰箱？全家差不多有9个。9个冰箱？对，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个合适的冰箱。这就是我们叫做1号冰箱，专门放饮料、小朋友的一些干果零食的。2号冰箱呢是放一些蔬菜，做饭用的，只有蔬菜，相对没有味道的。然后呢，3号冰箱呢是在那个地方放一些可能会有味道的，然后肉啊。这冰箱看起来也是个老物件啊，又被你看到时间感了哈。这个是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4大件之一嘛。真的假的？一定要有一个电冰箱嘛。多少年了？陪我们有15年了。哇，你看有的就非常老的。年轻的时候，这是我们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好可爱。慢慢的就变成这样的，积累下来。我太太呢，其实还是比较讲究饮食健康的。我们都在追求有机的食材。对，她是希望所有的食材尽可能的是健康、营养的搭配。每做一道菜的时候，她会做一些记录，然后今天做了什么菜，今天做了什么菜。然后呢，她也会影响到小孩。突然发现有一次，我的女儿也做了一个记录然后她也会给我规定我在家里面要吃什么以及吃多少。因为对于水果来说呢，它只允许我吃5盎司的苹果和6盎司的橙子。每天吗？还是1个礼拜？每天的摄取量不能超过这么多。他对你很好。你这哪里收过来？这个也挺有趣的。对，这是一个老的秤它是真的是一个秤呢。这个转盘也是设计的恰到好处。对，因为毕竟还是中餐嘛，然后增加了一个转台，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家转一转。咱们往这边走。这边怎么又有一个小偏厅啊？我感觉你应该跟冰箱一样，偏厅也可以编个号吧。这里是几号偏厅？这个是我们家相对来说视线和景观比较好的地方，所以说在视线最好的一个空间呢，也不用猜呢，就是给太太的。为了这样的一个很朴素的一个目标，我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和技法，然后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我认为很漂亮的一个空间。最后他有买单吗？但实际上他并不太爱坐在这个地方，但实际上人用起来之后，他没有违和。
没有那种包裹感，没有包裹感。对，你太太特别需要安全感，你都没有给到她。所以这就是美学和使用之间的一个差距，一定用生活去重新做调整。还有这个贵妃椅怎么这么大？你明显就不是为她一个人考虑，你是为2个人考虑的。这个倒是反倒是比较实用的。后来它就变成了小朋友们躺到上面去。OK，我太太不是有一个空间她不满意吗？我们就把这个空间，然后要准备给她重新打造一下。那看一下你给太太的设计有没有进步？还没有进展，还在想象之中哈。她喜欢写字和画画，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她写字的地方，这都是她写的啊。太多才多艺了吧，雷姐。然后这有一个磨盘，刚好这有一盏灯，梁志天老师像一个磨盘一样，他就特别喜欢。就他做完的蛋糕跟糕点可以放在这里面展示，也可以炒瓜子啊，炒一下酸奶。我把它这个放在这个。哎呦，这透出来更漂亮呀！我才是软装大师好吗？你太大师了，你在大师之上。我这一下子把梁老师的作品提高3个 level， 不止啊！你看这透起来多好看。对，非常漂亮。这是开文良和安东尼的联名。对，最后雷姐在这里盖个章。完美。你这个才是他喜欢的，他喜欢包裹感，然后可以在那喝茶呀，对啊，休息休息，然后又有阳光，然后还种了一棵发财树，对，有阳光有植物。这面墙呢是未来一整面的书柜。我发现你其实全屋在设计的时候是没有考虑书柜这件事情，但是你现在所有的书杂而不乱，非常有秩序。我的书堆的到处都是，就是你走到哪里都能坐得下来，休憩，喝一杯茶，读书。好了，我现在有感受到你们家没有在作假的成分了，有真实的在生活。然后这边是小朋友打游戏的地方是吧？对，然后偶尔让他们玩那个比较健康的游戏，当然也有我童年的时候一些玩过的一些老的游戏机，和我一起回忆一下。这还没有处理，还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处理，你有没有好的主意？就用雷姐遮点那个毛衣给它套上去。上楼是我们的生活空间，禁区。对，2楼呢做了4间房啊，这边是我们主人的卧室啊，两边是2个孩子啊，末端呢原来是个家庭室，后来呢因为我太太觉得主卧室的那个尺度有点大，她不太喜欢开阔的空间，然后我就把原来的那个家庭室呢封闭起来了，就形成了一个10几平米的小卧室。她自己睡，对，她觉得那是她喜欢的，她睡得更安静一些，她就宁愿自己住小房间，也不想跟你睡。我们用老式的发短信、发微信的方式联络。你们可以，我下次送一个对讲机给你们。这个空间呀，原来是一个长长的走廊，但是我觉得太像酒店了，像宿舍，两边是房间，所以说我有意的做了一些退让，增加一些家具和布置。对，这个退的就很合理，而且进来就很大气。然后我太太呢，她刚好那天我看她写了一个24节气哦，然后我就鼓励让她裱起来。我看成老公了，这是春分。我想说他把你放在第一位。哇，这样子看下去也很舒适。这个回廊是可以走下去的。这个老柜子呢，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它其实是我们给它做成了一个小朋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有很多记录，有他们得过的一些奖状荣誉然后有些留言，太可爱了。像我女儿还写过一本书，后来被他们的学校还收录出版了，并且出版。哇塞！她在10岁的时候。那现在每个月都有版权费打进来是吧？是我们自家买了100本，全家福。对，这是他们各个时间阶段的吧，随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一种成长和变化。这里又有5号冰箱是吧？对，有一个小小的洗衣机，小小的水台。这冰箱里面有一些它的化妆品，也没有什么饮料。在我家是不太允许喝饮料的。这就是封上之后一个小小的睡眠区。你太太真的很有仪式感。你看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单人床？很温馨。在这里垂帘听政。对了，你每天就过来汇报这个月的收入，坐在这里，坐到这里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好，我们看一下你的主套，这是我们进主卧之前的一个衣帽间。原来的想法可能就是一个衣帽间，但是呢，我不想把某一个功能做得特别纯粹，不一定在这选衣服，它可以在这化妆，然后读书，尤其是后面那个沙发，现在是我们一家人用的反而是最多的一个地方哦，因为小朋友们在睡觉之前我们都会聚集到这个地方，哇，读书，讲故事，很温馨。偶尔呢，我也会在这儿工作一下，写个 PPT 做2道数学题自己有考一下试是吧？自测一下。这隔断做的真好，到处都是镜子，有全身的，有看面部的，然后有化妆的，包括你这边淋浴区跟卫生间的设计。这个浴缸的使用率也不是很高
但是作为太太的一个小的要求，怎么卫生间也有书啊？你这个书真的是无孔不入。我想的是把卫生间做成画廊，我真服了。这个卫生间呢是每天我们需要输出的地方，又边吸收边输出，所以需要用书来输入一下。真的，你这个卫生间是我见过最抓马的卫生间。这边是淋浴间，对，这是个淋浴。这种隐藏式的立漏，起初也是为了设计的更加简练和整齐。但是我跟你一样，我现在都把它这样子丢上来。但是我提醒你哈，它很容易堵，不好清理。所以说下水的设计比上水还要重要。然后我们这已经堵过好多次了，当时我还在出差啊，刚好呢被挤玻璃的张明总听到了，他也没说什么。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安排人给修好，我觉得还挺感人的。原来的管线是硬管，它的弯头的形状有限，他们是用弹性的管，然后热熔的胶就可以按照水的自然的这个角度 ，OK 啊，它就不会堵了。而且它是不是比较防臭？也是，对这个空间啊，这么大的一个卧室，尺度对于卧室来说还是有点偏大了。原来感受还不明显，现在当我一个孤寡老人住到这个空间的时候，还是有点的寂寞和不安宁。哎，怎么这里还有一个小空间？这个原来是一个额外的小空间呢，是我计划做健身房用的。因为我觉得健身房呢，放到更遥远的地下室或阁楼呢，它不是很方便。其实我之前也是这么思考的，我觉得只有在洗澡前会想说拉2下，对，然后顺便冲个凉睡觉，对，然后再摇体重，对，很方便。上面还有个小阁楼是吧？阁楼没东西，晾衣服的和洗衣机。你把洗衣房放在上面。对，其实现在往回看，这个门在里面看也是很大气、很漂亮，还是挺英伦的。白天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朦胧的光洒进来，那个区域也不至于很暗。进门的这走道尺度感还是做的比较大哦。对，我还是希望回家之前呢，是有一个精神的转换，从职场和社会上回来，由一个你回家需要给自己这么多内心戏吗？由一个设计师转换成了一个父亲。这哪里来的嘛？这是荷兰的一个品牌啊，当年做了2艘船。我当时看到它这个骨架的时候啊，很喜欢，让我联想起了我小时候经常拆一些钟表啊，露出里边的那些齿轮啊，就比较兴奋。这是一个公共的卫生间，朋友来了也会使用，所以说我们这个空间呢，想做的有点趣味。我刚刚用了一次，然后我照那个哈哈镜照的有点头晕，这就是趣味嘛。这个空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入户的鞋帽间。其实很朴素啊，就是用一些普通的鞋盒子，但是它是透明的，比较便于拿取。然后里边就是放衣服。哇哦，还是很有秩序。好了，我们来看一下8号偏厅，这个明显是你自己的。对，这应该能看出来了。一进来就看到，哎，那里坐着螃蟹，那里坐着崔树，这里逛天琪，一群老炮在这抽雪茄。其实我在不同的阶段有很多不同的爱好，它也记录了我很多的爱好的阶段。喜欢过摄影，然后有一些纪念和记录；喜欢过音乐，然后有一些老的开盘带、黑胶啊，然后还有一些数字媒体的一些设备，这都是音质比较好的一些播放设备。你知道我现在的爱好是什么吗？学习魔方，他自己的一些智力老化已经反映出来了。我那个还挺溜的，你的手指很灵活。不是挺溜的，我已经得到参赛邀请了，专业级的这个水准然后我学它是很认真的，把它的将近200个公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全部都给记录下来了。这些书呢，上面几排和下面几排呢，都是工作的一些资料，还有一些小时候读过的一些书。然后它也是在记录我不同时间的一些成长。这个是拿破仑2世那个皇宫用过的，这么牛哦，又是博物馆被你收过来的。对，然后它一整套的酒具也有。这个柜子呀，还没有完全展示开，它4个面都能打开。然后我先给它粘住了，对，然后这也是能关上去，还能抽拉出来。OK。方毅老师，你知道现在当下最火的是哪个家吗？孙健亚的那个项目呢，现在是非常火的，已经达到了一个人传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孙健亚老师的家，他还是一个新鲜出炉，还没有住太久的一种状态。我今天拍完你这个家之后，是真的，你住了多久了？有4年了。4年之后，还是回归到这种生活本身该有的状态。然后你们一家人还能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秩序，我觉得是另一种境界。当然，这种境界功劳最大的肯定是雷姐，不是你。肯定不是我，因为他才是幕后推手。一个好的设计呢，一定是用生活方式去做，所以你其实也是不断在调整，让家自然的成长。每天的状态都是不同的，自己又长了1岁，你有更多的一些新的认识和一些新的思想，然后它会慢慢的就融入到这个空间里面去。我们无论是生活也好，设计也好，不要在意结果，
过程才是我们的人生。谢谢雷姐，这种会生活的女人背后推了这样子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出来。好吧，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其实，在5、6年前，他是不做家务的，改变很大很大啊。他就帮我有一天洗碗，给我吓了一跳。来，我教你吧。铺床呢，我弄了一个苹果。这挺好了，挺好了，很不错。你看，我教你看。它其实还是有一些要领要掌握的。这就是设计美学啊！你可以写出一条公式吗？哇，他都知道这个手和这个手的配合，这就很难得了。重要的是有一颗想学的心。我是安东尼，关注我，助力你过品质生活。